一口鲜血当即喷涌了出来，衣服也是早已经破烂不堪。可以看到巴玉天神君在与萧炎对轰的一招之下，直接重伤落败，令得在场的所有人都哑口无言，个个脸上的表情都是定格了一般，连呼吸都不敢吸纳。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无比的安静下来。素素也被萧炎的这一招所震慑，张开了合不拢的嘴巴，惊骇出声：一招就击败了巴玉天神君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在击败了巴玉天神君后，萧炎的身影一动就出现在了对方的跟前，看着奄奄一息的巴玉天神君，他丝毫没有慌张之色，再次冷声道：交出天星主，不然你们就和天一一样就此消失吧。但巴玉天神君并没有被萧炎的这句话震慑，反而他的表情露出诡异的笑容。萧炎双眼微眯，仿佛感觉到了事情的不妙。为了不让事情发生变故，萧炎也准备击杀巴玉天神君，至少这里是人家的地盘，说不定还有一些特殊的手段也不一定。萧炎远转起磅礴的神力，然后刚准备对着巴玉天神君的头顶上拍下时，果不其然，两道强大的光束朝着萧炎这边爆射而来。萧炎只是微微一闪，就躲过了强大的攻击。随后，远处的天际上有两道急速的流光飞掠而来。敢在九域天神阁撒野，这可不是你能惹得起的地方。很快，声音落下时，又有两位身穿华丽尊贵的衣袍身影显现而出。随着这两道华丽的身影出现，巴玉天之人顿时脸上松了一口气，因为这两道身影乃是7域天以及6域天的神君，他们的实力毋庸置疑，可都是在8域天神君之上。这样的两位人物都来了，恐怕这位黑袍男子再强大，也不可能可以一人对战2名神君吧。萧炎的目光盯着突然出现阻止自己攻势的那两位神君，只是后者们却看不清萧炎的真面容。杀了天意神君，现在又要对始夜神君出手，你真当这里是你随随便便就可以肆无忌惮吗？勇武神君的脸色无比的阴沉，看样子眼前的这位黑袍男子应该就是击杀了天一神君的那个人。闻言，萧炎的心中都是有着微微一惊，自己都如此隐藏身份了，竟然还是被人发现了自己杀天一神君。萧炎也开始沉思，这神奇联盟果然那不一般，怕是应该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手段，看来接下来自己行事更是要低调一点了。怕你们是认错人了吧？我怎么可能会击杀你们嘴中的天意神君？萧炎自然不会承认，如果承认的话，那么自己在神器联盟中恐怕日后还会遭来不必要的麻烦，所以目前还是否认一切才是最正确的。我可不相信，如果不是你的话，那么会是谁？我们已经通过寻气石推测到，当时击杀天意神君的是一位模糊身影，而那个身影与你倒是非常的相似，所以我推断那个人就是你。勇武神君眼神冷厉地看着萧炎，在他的心中，萧炎就是击杀天一的那个人。萧炎则是无奈地笑了笑，道：我说了不是我，你们不听有什么办法？要不你们俩一起上吧，免得我浪费时间。听着萧炎这样的话语，勇武和腾池2位神君气的脸都要绿了。他们何时如此被人侮辱过？当即也不再与之废话，直接对着萧炎一拳一掌的轰去。顿时，周围的空间爆发出噼里啪啦的炸响声。看样子，这2位神君直接是动真格了。毕竟这位黑袍男子的实力很强大，不然也不会轻易的将8域天神君给击成重伤。萧炎面对2位强大的攻势，一点也不着急，依旧站在原地，似乎在等待着他们的攻势砸在自己的身上一般。此刻，也有不少8域天之人认为，萧炎怕是被2位神君围剿，已经吓得不敢动弹了。就连素素也认为，萧炎怕是无法再抵抗2位神君的全力攻势，因为他们的实力可都是在8域天神君之上，最强的已经达到了4重天位神巅峰。这样的实力，恐怕就算萧炎真的强大，也不可能是其对手啊。但是下一刻，萧炎的战斗力直接爆表，使得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起来。神火横骨尺直接出现在萧炎的手中，灌入恐怖的神火之后，直接施展出牵引归一尺。看似简单的一尺，却是已经有了足足1000道尺法融合归一。巨大的尺身直接与那2道强大的攻击轰撞在了一起，一道刺眼的能量余波直接以涟漪般的方式荡漾开来，引得空间都是如同水平面一般，形成了空间波纹。在萧炎那嘴角微微上扬的那一刻，强大的牵引归一尺身将那2道攻势逐渐的溃败而去。同时，那2位神君的眼神都不太淡定了，剩余的归一尺力量劈在了他们2人的身上，2道身影直接被萧炎的强大神技给震飞了出去，但并没有出现严重的伤势。飞出了数千米开外的距离后，勇武和腾池2位神君稳住身影，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黑袍男子。刚刚的攻势他们可没有留手啊，在2人全力的一击之下，竟然还无法将眼前的萧炎击败，并且他们2人反而处于了下风，这是何等强大的力量！在场的8域天之人一脸难以置信，此人究竟是什么人？难道真的是素素请来营救天星主的打手？不少之人心中闪过这些想法，对方如此强大的实力，都已经堪比5域天的江陵神君了，那可是一位超级神奇，拥有天位星辰海的磅礴力量，100颗星辰的力量，只要眨一眨眼，就能够将4重天位神巅峰的强者轻轻松松的拍死。这怎么可能？7域天神君神情凝重，仿佛刚刚萧炎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已经震惊到了他，包括6域天神君也是如此。他虽然实力很强大，可是就连他此时也看不透萧炎的真正实力了。一般看不透对方的实力，只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眼前的这位黑袍男子
其实力至少已经达到了五重天卫神的层次。你果然是击杀天意神君的那个人。在与萧炎交过一次手后，他们更是断定了眼前黑袍男子就是他们要找的真凶。萧炎耸了耸肩，丝毫没有慌乱。就算对方知道自己就是杀死天意神君，那又如何？我都说了，与我无关。但你们硬要觉得我说的话是假的话，那就先拿你们的命。萧炎最后一字落下，一股杀意顿时间释放出来，就连那2位神君的身躯都是一颤，因为萧炎此时所释放出来的杀气，就连他们都感到恐惧。与他拼了！勇武身为6域天的神君，自然也很快就恢复了自己的情绪。对方的确很厉害，可是这里乃是9域天神阁，自己的底牌自然众多。旋即，2位神君竟是拿出了一枚黑色的丹药，放入自己的嘴中，推动自身的神力，将丹药的药效快速的吸收。很快，一股强大的煞气自他们的身上散发出来，并且2位神君的脸上布满了血丝，就仿佛那血丝即将爆裂开来一般，就连模样都变得异常诡异。萧炎也没有想到，这2位神君竟然拿还隐藏了这样的手段，使自己的战斗力在短时间内暴涨，将所有潜能都激发出来。此刻7域天神君以及6域天神君的气息被煞气所覆盖，他们的神智都已经变得近乎疯狂。此时他们一心想要击杀萧炎，可顾不了自身所发生的一些情况，而且刚刚他们所服用的丹药乃是他们的神秘阁主大人给他们的，并且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服用，因为一旦服用了，那么就会变成只会杀戮的机器，除非将目标之人杀死，又或者这药效使用殆尽。这又是什么邪门歪道的丹药，竟然能够让他们2人在一瞬间暴涨到了4重天卫神以及半步5重天卫神。萧炎虽然惊奇，可是这不代表就忌惮他们。但不管你用了什么方法提升自身的战斗力，今日你们2人必须交代在这里。萧炎的气势也不再隐藏，将自己的实力彻底的释放出来。5重天卫神的气息铺天盖地的弥漫天地间。什么5重天卫神的实力？原来这一切都是黑袍男子在扮猪吃老虎。这样的实力，只要一挥手就能够让8域天翻江倒海，包括7域天神君和6域天神君都得是仰望的强大存在。但他们可不会那么认为，就算是不敌，也要让对方退一层皮下来，同时也让他知道一下，惹了神奇联盟，不管是谁还是什么身份，都得在神奇联盟的追杀令下进行永不停歇的追杀，不管逃到哪里都逃不出神奇联盟的手掌心。随着2位神君将丹药的力量吸收后，他们的煞气也是达到了一个临界点，2人的模样极为的相似，不管是哪里都有着同样的特性。哈哈哈！本来以为我们能够轻易的了解你，结果还需要我们服下这丹药来对付你。但就算最后你死在我们的手里，也应该感到十分的荣幸。2位神君嘴上虽然这么说，可感受着眼前这位黑袍男子身体上所升腾而起的强悍神力，他们的双眸中闪过一缕诧异。毕竟对方乃是一名5重天卫神的超级神奇，必须要无比的认真。2位神君的手中已经浮现出自己的强大武器，他们的武器并非普通，而是72大神器之一，而且至少是已经进入了前30名。勇武神君手中紧握着一道嗜血的长剑，一股嗜血之气所形成的小风卷在剑身之上翻滚飘荡，风卷之中凌厉的锋刃伸缩凸现，偶尔爆射而出，竟是将空间都刺穿刺裂。腾池神君则是一道类似于航天盾的武器，不过它却比刑天盾更加的强大，应该同样也是72大神器之一。随着萧炎以及2位神君身体之上神力的升腾，这片天地之中的气氛霎时间变得凝结了起来，周围再次变得安静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是投注在虚空中的3人身上。很多人都很想知道这一战究竟是鹿死谁手。经过几十年的修炼，萧炎已经不再是刚飞升第1等级世界的那位，还只是序列神实力的他，处处都要被人欺压。天空中，萧炎缓缓的闭目，旋即长长的吐了一口气，眼眸乍然睁开，漆黑眸子中黄色的火芒闪逝而过，其身体之上的神力也是在此刻再度变得深邃强大了许多。手掌紧握神火横骨尺，感受着对方那2股强大的诡异煞气，萧炎抬目凝视着2位神君，放马过来，就让我瞧一瞧你2位神君的实力吧。萧炎将神火横骨尺亮出来的瞬间，天地间的温度都是不断的飙升起来。萧炎低吼一声，忍不住的自喉咙间传了出来。8域天的西北之地，在场所有人目光的注视之下，萧炎一步一步的朝着2位神君走去，向前走了几步后停下，天地间皆是弥漫出浓郁的杀气，对着2位神君暴攻出去。就连神火横骨尺在虚空中划过时，顿时间带出了一条长长的空间火花以及空间的痕迹。2位神君也不再迟疑，直接动用的自己的全部力量，与萧炎进行最后的拼死一搏。就在萧炎即将紧接其周身10米范围之时，2位神君也准备反击，他们的脚尖轻点虚空，荡漾出可怕的能量波动，瞬息间双方的身影便是交错而过。但在交错刹那，勇武神君将手中长剑极其自然地横削而出，几道锋利的风之血刃已经率先离剑而出，对着萧炎脖子切割而去。而萧炎将手中那炫白色的神火横骨尺也是微微提起，随着叮当声响以及一些火花，那几道强大风之血刃竟是连萧炎半点攻势都未曾阻拦下来，便是完全消散开去。萧炎抵御住2位神君的攻势后，萧炎微微抬目，淡漠的眸子斜瞥了一眼2人，
手臂挥动，神火横骨齿带起一股凶悍的恐怖劲气，对着身后横砸而去。劲气的压迫将后方要袭击自己的腾池神君给阻挡下来。